刚才提到这个转到节目嘅现场，今日節目喺度等嘢底下來關心，嘅係馬爾地夫然後呢，嘅對企業市場帶來嘅衝擊同影響哦。今日請到嘅係湯蒙太后國際私募同戰略研究所嘅林曉晴教授為大家來做解釋。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老師，我們開始想到馬爾地夫啊，就是今天來聊這個馬爾地夫，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一個旅遊觀光的天堂，但是我們先來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馬爾地夫這次的國會的選舉，哦，那個現在比較拼，人家都認為說比較親中的這個政黨拿到了這個絕對的多數。那老師，你是怎麼樣觀察這一次的選舉？為什麼會造就了之前總統選了一個也是一個比較親中的總統，然後到現在國會也是一個比較親中的政黨上台？是這個馬爾地夫，他們從以前之前的總統，他們的論點都是認為說印度優先，因為印度站在一個南亞的老大哥這種布局上來看呢，其實馬爾地夫相對的其實也是蠻依賴印度，從以前一直來講都是走這種路線，可是現在漸漸的不太一樣了，你可以看到這個斯里蘭卡。旁邊的斯里蘭卡，還有這些小國們，他們漸漸的有這種比較往親中的這個方向去導向了這個問題。所以前一陣子還發生了就是馬爾地夫希望請印度離開馬爾地夫的這個事情，所以漸漸的就已經往這個親中的方向去走了。那可能我覺得這個跟他們本身的這個地理環境有很大的原因啦。畢竟你知道嗎？它的這個海平面。這個國土的海平面大概就只剩下這個1.5公尺高，就比我個子還小，所以這樣子其實有時候這個海嘯或是怎麼樣的氣候變遷，對我們來講，這是國安的問題，所以他們在這種壓力之下呢，就把眼光看到了這個可以有這樣子填海的這種能力的國家，就是中國。難道印度沒有嗎？印度它比較會從這種可能貸款啊援助的這種方式，可是這樣的技術，我想跟中國相較之下，還是中國比較佔據優勢啊。所以他們是看到了，就是中國可能帶來的經濟的利益，還有相關的技術，尤其是旁邊的斯里蘭卡開始有一些建設，開始有一些大型的建設跟這樣規模，心而向往之嗎？有這樣的連帶的效果在，但是我想跟整個局勢的這個轉變也很有關係。是什麼樣的局勢？現在整個你可以看到，前一陣子嘛，這個緬甸外面的這個皎漂港，中國的這個布局，那斯里蘭卡也變成中國的一個，你可以說是軍港的一個落足地哦。那這個馬爾地夫，它雖然現在你感覺它就是一個度蜜月，然後觀光勝地，它比較沒有辦法跟這個軍事連接在一起，但是因為我剛剛講到它海平面的這個問題，那可能它會想要逐漸的去轉型，就是可能先從港口，然後再漸漸的可能會朝這個軍事基地的這個方向去演進，所以我覺得可以看得到，就是現在的這個總統他這樣親中的這樣狀態，還有跟這個中國已經變成全面的戰略夥伴關係來看的話，在他的這個任期內，印度跟馬爾地夫的關係可能不會太那個怎麼講，可能會比較緊張一點。老師，我一直認為是，就是其實有一個很關鍵點，一直都認為說1月時候發生這個觀光爭議，也讓這個兩國印度跟馬爾地夫的關係突然的有一個很大的轉折。確實，就是這個莫迪很可愛，他跑去這個印度的，應該說那個口慶啦，口慶旁邊外面有一個獨立的一個小島，他去那邊拍攝了他自己個人形象照，那你就可以看到說，哇，這個在印度人的印象裡面，好像要找一個這個海水特別藍，然後天氣特別好的這種景象哦，比較少。那所以這個地方是印度的屬地嘛，那莫迪去做這樣的宣傳影片，那想當然爾，他這個會比較壓縮到馬爾地夫的觀光的這種市場。感覺好像是要推廣觀光，但其實目的可能不是吧？但是當時因為引發了這個馬爾地夫的一些官員啊，或是這種那個社群平台的一些互相攻擊，所以之後印度一個很大的那個電商平台，那個 Is My Trip， 它就下架了馬爾地夫的這個觀光勝地的這個選項，所以我覺得兩邊當時是真的是蠻緊張的，因為莫迪的這個舉止這樣子。所以一個小小舉動，好像讓這兩個關係就變得不好。那老師你怎麼看現在？因為現在馬爾地夫它現在連觀光客
本来是印度为大宗嘛，对不对？然后还有现在可能未来可能是中国为大宗了，看到未来的中国观光客的这个商机，包括未来的建设，然后包括未来的帮他们的解决国安危机这方面的问题。那老师怎么看？就是说印度面对这个中国的势力的进入到他以前自己所谓的后花园，就像是就是加勒比还是美国后花园一样，印度洋应该就是印度的后花园嘛。中国势力介入，印度难道对马尔地夫的都没有一点想要挽回的感觉吗？当初呢，这个印度就是借由就是送一些飞机啊、直升机啊，就送到了马尔地夫，那就以这个为由呢，就进驻了很多军事人员。不管是文职也好，或是他们以这个维修飞机啊，或者是这个监控的这种名义进入到了马尔地夫，那就如同您刚刚讲的，就是现在的新任的这个总统他亲中，然后在访中过后呢，他们也就是达成了一个共识，说希望请印度的这些军职人员都从马尔地夫撤出嘛。那印度他当然是不希望是这样，所以他当时有挣扎过，他就说不然我改就是文职人员在那里，但是到5月份，现在是最后通牒了，马尔地夫还是希望大家还是撤出那个马尔地夫这样子。那刚刚讲到了中国的整个布局，我觉得你可以看到南亚，就尤其印度的周边很多的小国，它就一个一个都被中国给拉拢过去。那现在就剩一个短板，就是这个马尔地夫。对。那它比较不一样的是说，我们拿这个斯里兰卡来看好了，斯里兰卡它也是位于印度洋，可是它朝的是这个孟加拉湾这个方向。对。那马尔地夫不同啊，马尔地夫它比较靠阿拉伯海这一边。那如果说这个以中国的军事基地来看，我觉得这个皎漂港上过来的话，那马尔地夫变成一个新的这个据点，那就延伸到这个之后向西这个吉布提这个路线，它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了。那不只是连接吉布提，这个美国在这个应该说英国属地啦，在马尔地夫的这个西南方有一个小岛，应该叫做查克斯群岛。那这个以前2伊战争的时候，中国是以这个查克斯群岛当做一个据点，中途的转机站，从这里运补啊等等。所以这么靠近的这个据点里面呢，当然光是一个斯里兰卡是不够的，所以他现在看准了这个马尔地夫，因为也需要不只是观光啦，他连这个物资。民生物资等等，它也都是以前都能仰赖印度，那现在中国在这里很多是无偿的提供给马尔地夫，所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所以说，你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马尔地夫在印度洋上的战略价值，让这个中国跟印度其实都不得不去重视这个地方嘛。是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我们从整个印太战略来看的话，印度它也有要往西边走的这个趋势了。以前我们都只看到说它的东望政策、东向政策，但是经过了这个第一个阶段，所谓印度印太战略第一个阶段，它已经完成了脱钩断链，然后整个这个供应链的这个 set up 都已经逐渐的落实。那它的运输要往哪里走？眼看就是要往西边这一走嘛，所以它整个战略布局，它会往这边西边去转动，去欧洲、非洲这边。对，所以这一块之后真的会越来越热闹，这是可以看得到的。是，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说就是你刚才提到说，就是说现在就是马尔地夫也要求印度要撤军嘛，对不对？那个驻军要撤军，然后5月就是一个期限了。那印度撤军之后，然后这个他又跟中国之前有签一份叫做军事援助的协议。那你觉得对这个区域的局势来讲，就是中印这边竞逐来讲，是印度这次真的算是居于下风吗？印度在这一块其实它的外交政策来讲，一直都是邻国优先。但是呢，它的这个怎么讲？不管是贷款也好，援助也好，或是这样的物资啊等等的交流呢，其实对这些南亚小国来讲，可能还是有点是不太足够啦。所以每次呢，这个中国只要稍微跟这些周边小国合作的时候，就对他们讲非常有吸引力。那斯里兰卡我们都已经看得到，几年前我去了斯里兰卡，连那个高速公路上都是这个习近平的照片，对，然后那个非常多的中国旅客。那这个我想对马尔地夫来讲，这也是他们非常急迫需要的这种观光的收入，因为观光占了马尔地夫的经济将近有1/3了。所以引进了中国的势力的进来，其实我在讲，与其叫做马尔地夫偏向中国，会不会是马尔地夫更倾向于
在外交上选择自己的更多自主性，而不是只有传统的依赖印度？我觉得这跟他的经济考量还有国安考量是非常的岌岌可危，所以他需要这样的选择。那刚好碰到这样的中国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布局，刚好两边就一拍即合，所以对印度来讲，这也是一个蛮大的隐忧。所以印度也很积极还是有在跟马尔地夫做这样的交流跟还是有在互动啦。这不会是印度一个很弱势的地方，但是印度还是要加把努力的。是老师，你认为说未来就是尤其是现在印度正在大选嘛，然后未来看来莫迪应该是可以继续的执政下去。老师，你觉得莫迪对他对这个印度洋的这些岛国的经略，你觉得会有做调整或改变的可能吗？首先，我觉得印度它对于边境的处理，在莫迪的任内都蛮鲜明的。这个 BJP 跟国大党，尤其在中印边境的这种看法就不太一样。当然，都是以一个比较反中的这种出发点来做这样的运作。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印边境当时印度也找来这些盟友一起来积极建设它的中印边境这一块。那不是只有战略，也不是只有军事。他做完这些布局，你说坦克该运的全部都上去了之后，他马上把它转为观光，所以这些选民他可以很快的透过观光的这种，可以到达边境上，然后经过这些隧道去看，他就可以看得到这个莫迪的这个政权之下是非常的会经营这一种。所以你看到这个他到那个一个小岛上去讲印度的观光，这个也是。以前跟这个国大党来看起来是那个莫迪在这一块的经营都非常的鲜明，而且很会扭转这个情势。所以说他应该还是不会把马尔地夫这个具有战略价值又有传统的这种从属关系地方给放手吧，应该不会吧？对，因为也有很多人会提醒马尔地夫啊，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啊。对，所以你如果什么事情都还是看着中国的话，可能会鞭长莫及一点。而且那个国际组织也警告他，如果你跟中国借太多钱，你可能会陷入债务危机。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提醒，对。是，老师你怎么看？就是尤其是现在就是中印在这个印度洋的这个角力哈。包括这个马尔地夫跟像斯里兰卡这样的转向，对于这个美国未来在布局这个印度洋的战略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想法也很有趣哦，他觉得说，好吧，美国在这个南海就特别去构筑了这个菲律宾的这种有这种军事的布局啊、军事基地的这些，那印度中国在这个印度洋这一块。那他就还以颜色，就用这个马尔地夫好来经营，就是对着你印度这样子，所以有这样的效应存在，我觉得，所以这蛮明显的，我才会说呢，这个在现在的马尔地夫这一任的总统他的任内来看的话，跟印度的关系可能会比较岌岌可危一点，因为他毕竟非常的亲中嘛。这对印度来讲不是好事，所以会冲击到未来，包括印度、美国在这边在布局安排时候的结果。对，有点结果。谢谢老师。